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身经百战的雷克萨斯 GX460，这是我们之前一直用来拖房车、一直越野的车。就先从最前面开始介绍吧。这是我换了一个 bull bar， 就是一个前越野杠，就是防止撞鹿啊、撞牛啊、乱七八糟的撞动物，会保护你水箱的安全。然后而且它这边有这种斜的设计。会就是增强你这个车的通过性，你可以看到这边轮胎就直接露着，因为原车的那个杠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去越野根本就不行。然后下面装了一个脱钩，增强原厂的那个脱困的能力。然后呢，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灯，这是我最近才换了一套，是来自这个 Novaside。之前我装的是巴哈 Design 的灯，然后上面也是巴哈 Design 的。然后前面也是这个 Novaside， 最近才换，之前用的是 Airman 的圆灯。然后前面装的这个绞盘呢，这个绞盘也是 Airman 的12000磅的绞盘。好，我们到这边来看吧。这个轮胎呢是这 BF Goodrich 的 KO2， 这个是34寸的，然后轮毂是那个 Sesame 的一个17寸轮毂。然后里面呢是 Airman 的3寸的叫 Cell Pro 的升高悬挂，然后换了这个套件装的是 Level 4， 然后上面带了这个 Upper Control Arm， 然后前面有 Shock， 然后有弹簧，整个换。弹簧换的，因为要拖车嘛，换的是 Heavy Duty 的，就最重的弹簧。然后来到侧面呢，这边装了有这个 Rock Slider， 这是专门越野的时候装在大梁上的。就防止你有时候需要顶着石头啊、滑石头，就避免它磕伤你这个车体。你这个车体呢，磕伤是没办法修的，但是这是外面是一层塑料，里面磕坏了就修不了了。往上面看吧，上面装的这是一个 Prince 的一个车顶架。这车顶架平常你看那边我装的有箱子，然后车顶架可以固定 awning 啊、车顶帐啊，就各种遮阳棚啊、水箱啊，我才把水箱才拆掉。然后这边这是威恩的贴纸。到后面这个我换了一个这 Aftermarket， 就是一个灯，这个灯很好看，一个流水的灯，我把它给打开。亮了吗？这个流水的转向灯，这个比原厂的简直是高级了10000倍。原厂的很老气。对，然后这边装了这个 Nash Fab 的一个爬梯，这个梯子是直接卡在门上，但是我们之前撞过树，所以这门有点弯，一直都没有修它。然后这边是装了一个 80% 的一个备胎架，它是直接焊在这个大梁上的，我们把它打开看看。这边带了一个扳手，这样推开，在这儿直接焊进去焊大梁，这很结实。因为原车你换大胎以后，我们现在胎不是34寸，底下是装不进去的。原厂最多底下能装到32寸的备胎。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巴哈 Design 的一个这个我装的 Chasing Light， 就是我们去越野的时候，有时候灰特别大，你为了让前车能看到，你可以把这个打开。然后晚上也可以起一个照明照后的作用，然后就打开，里面装了2个抽屉，当然我现在已经把它全部掏空了。最早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简易版。对，最早自己做的也很好用。然后这边也是，你可以把冰箱放在这儿，推拉，我觉得这也蛮好的。对。然后这两边有这些 Molly Panel， 可以挂一些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好用，所以只是好看了。你们要有车需要装的话，我建议不要装，这好看大于实际，没什么卵用。对我们来说。对我们来说，因为我们后面其实你看，你出去要放满东西，你这儿你还有多少空间可以挂东西呢？然后这边我自己装了一个小桌子，这个桌子就是在亚马逊上买的最便宜的。
其实现在有很多新款的，就是大的给 GX 专门设计的。我之前当时改这个车的时候，市场还没什么配件。是这样啊。然后我们到那边去吧。这边就是上面了，装一个 Ironman 的侧帐，然后这是一个那个230的一个车顶箱。Snorkel 还没说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 Ironman 的 Snorkel， 这基本就是这样了。然后还有一些里面的改装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你先把拍前面发动机舱，我把这个打开。我来开吧，你就在那待着吧。现在我们看这个发动机舱，这边呢换了一个 Deep Cycle 的电池。这个电池什么时候你打车都有电。然后这边装了个 ARB 的双缸气泵。因为我最近在弄这个灯，所以线拉得很乱。ARB 的双缸气泵，然后下面有个看不见的东西，在这儿有一个，还是看车里面吧，装了个 Switch Pro。这边 Switch Pro， 它可以控制8个灯，然后气泵啊、电台全部都可以接在上面。然后下面是一个我们拖车用的一个。下面是一个我们拖车用的一个拖车刹车，然后这边还装了一个 Pedal Commander， 弄掉，能拍到吗？可以拍到是吧？上面，在这儿 ，Pedal Commander， 其他也没有什么了。然后这个 Milan 的对讲机，这是一个40瓦的，当时买的这已经是他们最大的了，40瓦的对讲机，车台非常好用。然后上面装了一个倒车影像，因为没有弄啥了，装了备胎架就看不到了。这边还有2个仪表，一个是看海拔，然后看车的那个角度，然后还有一个可以读车的水温。就是丰田嘛，大家知道那个行车电脑比较简陋，什么数据都不显示，所以装这些。其他基本就这样了，没什么改装了，已经满足我们99%的日常需求了。然后上面其实还有那个顶上，其实之前装那个洗澡帐篷，我今天才给它拆掉。是我们有照片。然后洗澡帐篷、水箱都在后头呢，那水箱就在后面。看看，这水箱准备最近准备把这个 GX 存起来，所以就把它先拆掉，准备放到 RAM 上用。这是个多少缸？这个8加仑的，这个是来自于 Waterport，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买水箱的话，可以选他们家。这个玩意儿非常结实，而且耐用。那是我们户外洗澡的喷头。对，这是连它的。就连到这边，对，然后这个是打气的加压，然后它这边也有这个气阀，你可以用那个电动气泵放进去。这2个油桶我今天给它清洗了一下。然后这边是我们新买的2个车顶箱，这也是现在也是在做我们自己的户外牌子。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产品，委托ROM 同款厂商做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先测评。这是2个不同的，其实都是2个很知名的代工厂，一个是给 ROM 做代工的，他们家的，这个是给那个230做代工，所以我一个来了一个，所以就先试试看看到底哪个好。我感觉其实差不多，到我们可以卖这个产品。这个我觉得对户外，尤其是这种越野户外 overlanding 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。它是那种滚速材质的滚速箱，非常结实、耐用、防水、防尘。你看他们这边都有这种 O-ring， 就是这种防水的密封条吧。这边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反正这边你可以给它上那种 Molly panel， 然后全部挂上东西。可以挂一些你们的小包啊什么，零碎小东西，一些斧子啊什么都可以挂在这儿。这箱子还蛮实用的，而且这个尺寸大小，还有这个液压杆在车顶，高度也刚刚好。对，你没有液压杆，你在车顶根本没办法用，它一下翻过去了，你又拉不回来了。但是这个箱子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新车 RAM 上你可以拍一下，是不太好用。这个 RAM 你看这个多高？你这你怎么够车顶上的箱子？
根本都够不到。这不怪箱子呀。啊，你只能怪车高。所以就是我想用的话，用这个放在 RAM 上用的话，就只能这么用。哎呦，我没拿车钥匙，打不开。就是把那个箱子放在最后面，然后我站在这个上面是可以用的。然后我准备把这个水箱就装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把那个洗澡杖也装到这儿。然后可以看我们这个脱钩，大家如果有 GX 的话要注意一下，它这儿是有写。这个车呢，其实如果你不用这个 Weight Distribution Hitch 的话，这儿写了，它最大的可以拖这儿5500磅还是5000磅？5000磅。但是我们用了这个 Weight Distribution Hitch， 可以拖到6500磅。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啊，就是这个舌重啊 ，ton weight 是500磅和650磅。这个舌重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叫 cargo weight， 就是你的货物重量嘛，就是压到这边。舌重呢，一般 transfer 过来就是从房车的重量转换过来的话，像这个房车，这是我们新换的一个房车。这个房车的重量是在8500磅满载，一般舌重的 transfer 就是转到这边。什么是舌重呢？就是这个东西压在你的脱钩上的重量就是舌重。一般转换的公式就是大概是你房车总重的15%，所以8500磅换算过来大概是要1000多了吧？要1000多磅，所以你就远远超过了它那个650磅的标准。对，我们之前那个房车是，空载是，满载才5500磅，所以它转换过来的舌重，其实我之前算过只有500还是600磅。所以是刚刚能拖的，而且我后面就为了拖，后面其实也换，我因为换了全套避震嘛，悬挂后面也换了这个重载弹簧，你这儿看不到的，这拍不到。哎，看到这个红线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给那个房车的快速充电的一个充电线。我拉到后面接着。邢师傅自己接的。所以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。所以这个，因为我们想要更大的房车，所以它也就光荣的休息了，不用再拖房车了。我今天刚给它都洗干净，我一会儿晚上准备再东西拆一拆，然后把它完全擦干净，做一些 detail， 然后明天就给它 storage 起来了，存在加州。这个天线说了吗？对。这个是 Midland 也是他自己的天线，这是我自己装了一个那个天线支架，是通过这个门这儿这个卡扣绑在这儿过来的。是不是其实是什么？这普拉多的。对，我就记得好像就没有 GX， 没人给 GX 出这个支架，而且这个之前我已经换过一个。看这儿就是我们撞了树之后，是上一个支架已经撞弯了。对，那是好早了，那都2年前了，出去玩的时候。啊，这儿就有个伤痕。倒车一下撞树上，给我都撞懵了。然后这边你看，就整个撞凹进去了。等再过几年，等这个车被报废的多了，我就去找一个旧门直接给它换上。或者是谁撞到前脸，整个车total loss 掉，我就把它后门拆下来换过来。对啊，那样。去那种飞车场逛。飞车场你根本都找不到这个车。你可能再过10年，可能才能找到有这些车，因为丰田车很耐开，所以你在飞车场很难找到。哦，那改了个水箱，这儿能看到一个铝的水箱。哎，抬起来，这儿，再抬一点。哎，太刺眼了，我都看不见。就这样吧，好，我自己拿着录吧。我就还自己改了一个这个水箱。这是一个铝的水箱，就为什么要改它呢？原来是个塑料的，我上次去越野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那个水箱就蹭裂了，漏了一地，所以就换这个。这个水箱有个很好的好处，就是它的散热和它的温度保持会比原来那个水箱好很多。还有它自带一个就是变速箱的冷却。你如果原来像 GX， 你可能还要再加一个变速箱冷却。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了，也改了很多，付出了我的心血，倾注了我的骨血。哦，对，还忘介绍底下全套的那个护板全部都装了，所以你看那个护板已经磕的坑坑洼洼的，是 RCI 的铝护。为什么装铝护板？铝护板是为了轻便，不愿意给这个车加太多重量。其实这个车现在已经很重，所以就是有条件的。你如果有条件的，还是上铝护板比较好。但是铝护板就是像那个样，磕的坑坑洼洼的，不耐撞。
如果你要不嫌重的话，可以换钢护吧。这是 Airman 这个 bumper 带的，但我最近才买的有新的灯，给它准备换掉。新灯都在那个车里头呢，也没时间搞，等我回来吧。回来了都要存它了，回来再搞了。行，我们 GX 的介绍情况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好、非常耐用的车，就辛辛苦苦3年，什么毛病没有。4年吧。3年，21年的车吗？好。就是平常就是换水什么保养，然后去越野也没有任何问题，什么情况都没碰上过。而且舒适度很高。对，它除了那个对，除了车一开始本身车带的那个小电池不太够用，因为这个车带一个这些。它原厂就带这个下面的这个灯，你看那个4个角就有4个灯，所以就很容易那4个灯，如果你不锁车的话，它有感应，就是你离这个车近的话，那个灯就会开。所以如果你不换电池的话，很快，而且晚上忘锁车，很快电就会跑完。我大概就是在用了1年左右的时候，这个车电池就不行了，我就把那个电池换掉，换成现在这个 Deep Cycle AGM battery， 这个电池就是现在用了2、3年，带我们各种灯啊什么的。我现在有时候经常忘锁车，你放那儿放好久，有时候车就在那儿一停，因为我们平时也不怎么开这个车，就是有其他车在家里，只有出去玩的时候才开这个车。这个车有时候一放2周、3周、1个月，永远都是一打车就着，而且劲儿很大，不会说是打车很费劲那种。换那个电池也很关键呀。对，那个电池很有用，而且就是如果你不换那个电池，很有可能会在野外趴窝。哦，我们还加了这个。这就是一个遮风挡雨。就下雨天，对，它倒没什么，也没什么噪音，也还可以。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吧，跟我们小雷做个告别，也不是告别，短暂的告别。已经找好 storage， 把它一存起来，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的旅行了。对。我们这次回加州把所有事情已经全部办完了，包括我们拿 license 啊、牌照啊，全部都搞完了，也可以重新再出发了。可以给小雷放个假了。对，让他休息吧。拜拜。拜拜。